末日突围起源篇。在不久的未来，地球面临着生态浩劫，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枯竭，人类社会濒临崩溃。一场突如其来的宇宙风暴席卷了整个星系，将幸存的人类驱赶到一个未知的行星上。在这个新家园，主角璃月 Lei Yu 是一名年轻的科学家，与他的团队致力研究如何在危机中生存下来。他们发现这个行星的核心拥有一颗神秘的星球，蕴含着无穷的能量。他们相信这将是拯救人类的关键。在探索的过程中，璃月结识了队友之一的李恩 Lian， 一位才华横溢的工程师。他对这项研究充满热情。他们很快地坠入爱河，但他们的爱情之路并不平坦。与此同时，行星上出现了一股先进的机器人军队，试图侵占人类的基地。璃月和李恩必须率领团队对抗这些强大的机器，同时保护他们的爱情不受伤害。在与机器人的战斗中，璃月意外发现，这些机器人的控制器竟是由一位前人类科学家所设计。他被神秘组织绑架，并被强迫加入这场战争。璃月和团队决定营救科学家，并摧毁这支机器人军队。在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冒险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那位被囚禁的科学家。在战斗中，璃月和李恩分离，被敌军俘虏，但璃月没有放弃。他利用自己科学家的背景和智慧，联合剩余的队员，开发出一种能打败机器人的新武器。最后，璃月和李恩趁机逃脱，并联合其他队员击溃了神秘组织。他们成功拯救了科学家，并摧毁了机器人军队。在胜利之际，璃月和李恩互相表白了爱意。在恢复行星和平后，璃月和李恩成为了人类社会的英雄。他们继续携手共事，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在这段末世之旅中，他们证明了爱情、勇气和团队合作是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末日突围第一篇。在璃月和李恩成功击败神秘组织后，他们受到了全人类的庆祝。但过后，他们意识到重建行星并非一蹴而就的任务。为了重建家园，璃月和李恩决定带领队员前往行星的未开发区域，寻找资源和适合居住的地点。他们在旅途中遇到了许多挑战，例如恶劣的天气、危险的野生动物和未知的环境。但他们互相扶持，逐渐适应了这些困难。在探索的过程中，璃月和李恩发现了一处蕴藏丰富资源的区域，但这里也存在着神秘的能量波动。他们决定深入调查，并发现那是来自一个古老的文明遗址。这座遗址可能持有重建人类社会的关键秘密。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发现这座遗址是由一位名叫亚瑟 Arthur 的先进科学家建造的。他曾领导一个研究团队，试图在行星的核心中找到一种能量来源，以拯救濒临崩溃的人类社会。然而，他的实验失败了，导致他被迫离开家园，留下来关闭反应炉。璃月和李恩得知这段历史后，决定继续探索遗址，寻找关于先进科技和古文明的线索。他们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古老的文献和技术，足以帮助他们重建人类社会。在探索遗址的期间，他们还发现了一些被遗忘的机器人，分别由亚瑟和他的研究团队设计。这些机器人在关闭反应炉后被遗弃，但他们仍能发挥作用。璃月和李恩决定修复这些机器人，并将其纳入他们的团队。他们相信，这些救世机器人的经验和知识，将对重建人类社会有极大帮助。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璃月、李恩和团队成员们忙碌地研究技术，
开发新产品和拓荒。在夜晚，他们则聚集在一起，分享彼此的故事和梦想。黎月和李恩逐渐地意识到，他们对对方的感情已经超越了朋友和同伴的关系。他们互相承认了自己的爱意，并约定将来一起面对所有的挑战。在重建行星的过程中，黎月和李恩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困难，但他们相互扶持，凭借着对友谊、爱情和人类社会的信念，终于逐渐克服了这些障碍。最后，他们成功地重建了人类社会，并建立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机会的新家园。在这段历程中，黎月和李恩的爱情也越发深厚。他们明白，他们是彼此生命中的另一半，是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末日突围第2篇。在黎月和李恩成功重建人类社会后，他们决定加强与行星上其他社群的交流，以确保所有人类都参与到重建的过程中。为此，他们组织了一支由队员组成的外交团，前往其他社群宣传和推广他们的理念。在外交团的旅途中，他们参观了不同地区的文明，见证了各地区在重建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他们还与其他社群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以协助这些社群克服重建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在与一个名为森林之星的部落交流时，黎月和李恩发现他们擅长处理自然资源和生态保育的问题。李恩与部落的领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关于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知识。与此同时，黎月在外交团的另一位队员硕士生林诗英林诗英身上发现了与森林之星部落交流的潜力。林诗英对原住民文化和语言充满热忱，他主动与部落居民交流，并协助他们翻译重要档案和文献。在与森林之星部落的交流中，黎月和李恩看到了一个新希望，将人类的科技与部落的传统智慧相结合，共同重建受灾的行星。他们决定将林诗英留在外交团中，以进一步发展这段合作关系。在外交团持续进行的交流中，黎月和李恩还遇到了一个名为沙之都的城市，它的居民擅长运用科技和创新，来解决粮食短缺和水资源短缺的问题。黎月和李恩与沙之都的领导人展开了密集的会谈，并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沙之都的居民将协助人类社会在沙漠地区开垦土地并开发可持续的农业技术，同时，人类社会将提供沙之都先进的净水技术和能源设施，以解决该城市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透过这些交流和合作，黎月、李恩和外交团成员们看到了人类社会重建的曙光。他们相信，只要团结一致，共享知识和资源，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合作中，黎月担任了首席科学家，负责研发新技术和解决方案，以满足各社群的需求。李恩则担任首席工程师，负责实施这些技术和解决方案。在这段过程中，林诗英扮演了重要的翻译和文化交流的角色。林诗英在翻译档案和文献方面的贡献巨大，她将部落居民的语言和文化与现代文明连接起来，使双方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她的努力驱使着双方更加理解和信任对方，为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森林之星部落的协助下，人类社会学会了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并发展出可持续的农业和林业技术。而在沙之都城市的帮助下，新土地被开垦，农作物产量增加，水资源短缺得到缓解。最终，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行星的重建取得了可观的进展。
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强大、繁荣和团结。而李岳、李恩和林诗英等英雄人物，则成为人类社会重建的象征，永垂不朽。末日突围最终篇。在结局中，我们也看到林诗英在故事中的发展和意义。身为硕士生，林诗英最初只是外交团的一员，透过与森林之心部落的交流，她意识到了自己对原住民文化和语言的热忱和天赋。这促使他决定将他的研究方向转向原住民语言和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与部落居民的密切交流中，林诗英不仅学到了珍贵的语言和文化知识，还与部落青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意识到，原住民文化是人类社会宝贵的财富，应该被珍惜和保护。在重建行星的过程中，林诗英将他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应用于翻译档案和文献，以及促进各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他成为外交团和各社群之间沟通的桥梁，为团队的合作和行星的重建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故事的最后，林诗英在学术界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成为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他的著作和研究成果，为原住民语言和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林诗英的角色体现了在艰难时刻奋斗、奉献和追求知识的重要性。他从一个普通的硕士生，成长为学术界的重要人物。他的故事激励着后人去追求真理、保护文化，并为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